萧炎与薰儿、彩铃他们的交流如细水长流，在时间的沙漏中静静流逝。当最后一刻的沙粒落下，他们彼此的视线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极其不舍，空气中弥漫着即将分别的静默，仿佛连周围的光团都在为这一刻的到来而变得柔和。空间像是被无形的手轻轻扭曲，光线斜斜地切割过虚空。萧炎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与薰儿、彩铃、萧凌老师、圣龙前辈之间那根无形的线被悄然剪断，周遭的空间开始上演起诡异的扭曲，随着感应瞬间断开，让他顿时如梦初醒，重回到了现实。萧炎猛地睁开眼，眼前是司神那平静如水的面容，手中托着几道散发着淡淡光芒的光团，他凝视着司神那沉稳而有力的掌心，其中蕴藏着几道闪烁着幽光的光团，这些光团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此时给予了萧炎前所未有的信心。司神的眼神里透露出一丝赞赏，对着萧炎微微一笑，仿佛在说：你做得很好，看来刚刚已经与自己的亲朋好友的魂魄见上面了。灵动与沐尘站在一旁，他们的眼神中满是欣慰之色，仿佛萧炎的每一次进步都让他们为之振奋。如今萧炎的心结已经被打开，那么接下来将会是他们三兄弟对更强神之力量的渴望追逐的目标了。萧炎深深吸了一口气，将心中的期望化为言语：司神前辈，接下来的复活他们魂魄的事情就拜托您了。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复活他们的魂魄。司神的双眼微微闭合，随后缓缓地点了点头。那几道光团在掌心越发明亮，光团在掌心中跳跃，像是孩童般的欢脱，似乎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奇迹。然而就在司神准备要去做复活薰儿、彩铃他们的魂魄之时，整个丰都境势发生了剧烈的震动，而且这股震动逐渐从弱变强，风都乃是神冥界的核心之地，此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动荡在丰都深处尽头之中。原本沉寂的虚无突然间裂开了一道道狰狞的缝隙，仿佛连天地都无法承受这股莫名的力量波动。司神的脸色骤变，他凝视着丰都城的尽头那片深邃的虚无，眉头立马紧锁。不好，是彼岸冥河那边传来的异常能量波动。彼岸冥河，那条是隔绝生死的河流，同时也可以镇压封锁一切的万物力量，如今竟产生了异常的能量波动。这种波动强烈而混乱，仿佛有某种力量正在试图冲破枷锁，想要将整个神冥界彻底的颠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压迫，司神能感受到丰都的法则正在一点点地崩溃，那些维持着秩序的民法规则如今变得动荡不堪。他心中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这种预感愈发放强烈，仿佛即将有什么灾难降临。突然间，一股无形的能量冲击波在丰都的深处尽头席卷而开，将整个丰都城搅得天翻地覆。那些在云端上的宫殿金顶在颤动中坠落，无数魂魄们惊慌失措的开始四处逃散，哀嚎声回荡在这座丰都的上空。他知道这股能量的异常不仅仅是一场能量风暴那么简单，它预示着丰都乃至整个神冥界的秩序将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破坏在丰都的深处。一股黑紫色的气流从彼岸冥河中溢出，那并不是彼岸冥河本身的力量，而是另一种可怕的力量正在苏醒觉醒。那股力量正试图侵蚀丰都的法则，法则的崩溃动荡让司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凝重感。他深知若是不能及时控制局面，法则彻底崩溃的话，丰都将会成为一片灾难之地，无数魂魄将在这场灾难中消散，甚至成为不受神冥界法则约束的孤魂。届时神冥界一定会大乱，再让这些孤魂逃出神冥界的话，那对于世间的一切都是一种噩梦，一种秩序的大乱。秩序如果失衡的话，那后果将会极其的严重。在丰都的深处，异变之气蔓延，整个神冥界都为之震动。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目睹了这空前的盛况，无数拥有明职的神冥界神灵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急速汇聚于此，他们身穿特殊的铠甲，在阴暗的光线中闪烁着幽冷的金属光泽，同时散发出令人有着极其强大的压迫感。气势从他们这些身影上爆发，他们分别是36位地幽战帝与36位天幽战神，他们宛如黑夜中的幽火，从神冥界的四面八方汇聚。或许是感受到了连他们都危险的气息从丰都深处传出，他们的战意随时待命冲霄，仿佛要撕裂四周阴沉的环境。紧接着神明三王也纷纷降临这里，他们的身影如同古老的神像般威严，目光一凝，似能洞穿虚空。只是丰都尽头的深处，仿佛可以看到那里的彼岸冥河。彼岸冥河幽暗而神秘，冥水幽深，泛着浓浓的明光。此刻冥河面波澜起伏，高达100丈1000丈，似乎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可怕力量要即将觉醒。看来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神明三王的声音回荡在丰都的上空，带着无尽的沧桑和无奈。随着他们话音落下，丰都四周的空间开始扭曲。萧炎、灵动、沐尘站在原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压力，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禁止神冥界的法则在这股可怕的力量下开始摇摇欲坠，不停地在动荡。而在这片虚无与沉寂中，一股更为古老更为强大的力量正在苏醒，而这股力量的觉醒将会给整个神冥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这股力量虽然也属于神冥界，可是如今的神冥界法则并不完整，可还承受不住突如其来能够引动破坏神冥界法则的可怕力量。一旦
不完整的神冥界法则都被破坏，那么对于神冥界来说，就是一场巨大的噩梦灾难，所以这种事情坚决不会让其发生。但是刚刚突发的动荡，使得魂来河以及魂分灵中的无数魂魄都遭受了动乱的一幕。阴云密布的丰都城上空，阴云如同厚重的帷幕，遮蔽了天日。突然，雷声轰鸣，电光划破苍穹，仿佛要撕裂这片混沌的天地。现场的所有神冥界神灵的气息在空气中凝固，无数身影都是无比骇然的望着尽头深处的那一片彼岸冥河所爆发出来的力量。然而就在这凝固的气氛中，在这片混沌的虚空之中，突然间天地间的规则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掌操纵，开始扭曲蠕动起来，一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笼罩四周，仿佛连空间都在颤抖。时间在此刻变得缓慢而沉重，在这肆意挥洒着神秘与威严的场景中，几道身影如幻似真的浮现出来。他们身着玄色仙衣，衣摆随风飘扬，面容隐于雾气之中，唯有那双眸子透出的幽光透露出他们非凡的来历。周身环绕着阴冷的气息，每一步的移动都伴随着悠悠的鬼哭神嚎。他们便是传说中的风鬼仙神，掌管丰都秩序的仙神。虽然在名值上不及神明三王，但他们的实力却是恐怖至极。每一位风鬼仙神的身上都散发着让人胆寒的气息，都有着撼动丰都城的力量，仿佛能与天地间的规则共鸣，引动着无尽的神力，那是超越常理的强大。他们的目光冷漠，神情之中不带一丝一毫的情感，仿佛天地间的万物生灵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尘埃。随着他们的出现，四周涌动的规则似乎更加活跃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古老而深邃的力量，这力量让在场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仿佛一切的喧嚣与繁华在这一刻都化为了虚无。司神大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凝重之色，他望着这些突如其来的风鬼仙神，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忧虑。彼岸冥河的力量已经无法压制他体内的神血了，若是继续放任下去，丰都城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司神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显然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超出了他的预料。他感受到那股即将彻底苏醒的力量在彼岸冥河中肆虐，更是要彻底的冲破束缚。一旦冲破束缚，那么丰都城内的无数魂魄幽灵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动乱。若真到了那一步，丰都城将不再是从前那个宁静秩序的神冥界之都。数位风鬼仙神们彼此对视，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们体内的神力如同蓄势待发的洪水，只待一声令下，便会化作毁灭的风暴，朝着丰都深处尽头的彼岸冥河轰去。就在这时，那股力量逐渐的变得更强更可怕，开始自彼岸冥河的深处爆发而出，震动了整个丰都城。司神、风鬼仙神、神明三王、天幽战神、地幽战帝等神冥界拥有高位明职的神灵面色一变，他们都知道这场风波如果再继续下去，就无法是他们所能掌控的了。神冥界之王的手中不知在何时出现了一道权杖，权杖静静地被紧握在手中，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迷权杖，上刻满了古老而神秘的符文，每一笔一画似乎都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它的表面是深邃的黑色，仿佛能吞噬一切光亮，而在权杖的顶端则镶嵌着一颗闪烁着幽紫光芒的宝石，那是冥界之眼，凝聚了冥河之力。突然间，权杖开始震动，周围的虚空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扯，产生了无数细小的裂缝，一道道黑色的光芒从裂缝中溢出，缓缓地汇聚到权杖之上。权杖上的符文逐一亮起，散发出璀璨的光辉，它们以一种奇异的规律闪烁着冥河神杖。司神大人竟然直接动用造化神器，看来彼岸冥河的变故怕是非常的凶险啊。其中一位风鬼仙神看到通天司神手中紧握的权杖时，脸色也是悄然变化起来，因为司神手中的权杖就是12大造化神器之中排名第8的冥河神杖，那可是拥有着无穷的冥河之力，威力无比的可怕。如今司神将冥河神杖直接拿出来，为的就是竭力维持着丰都城中最后的秩序。一旦秩序被那股力量所破，一切都会彻底的改变。丰都的地脉不断的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痕贯穿整个丰都城之中，从裂痕深处涌现出一股漆黑如墨的能量，它与四周的明火交织，形成一片片令人窒息的暗流。司神深知这是彼岸冥河中的水泛滥涌出的征兆，一旦失去控制，整个神冥界世界都将面临毁灭。司神紧闭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知道现在是时候做出决断了。在这一刻，他的心中涌现出一股坚定而又沉重的决心，他必须阻止这场灾难。司神缓缓举起手中的冥河神杖，准备迎接那即将到来的风暴。诸位，我们一起携手将那神血镇压冥河之底吧。司神沉声地说道，他的语气中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只剩下一丝难以掩饰的迫切。神冥界的安宁逐渐被打破，现在是他们作为最后守护者的时候。那风鬼仙神们点头应允，他们的身影再次变得虚幻，准备化作神冥界的最锋利的幽灵之剑，刺破丰都城的命运，乃至整个神冥界的未来都悬于这一刻瞬间。整个丰都城周围的规则之力如同被触动的琴弦，开始激荡涌动，形成了一个个扭曲的漩涡，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吞噬。你们几个先行离开丰都城，这里太危险了。
司神在准备出手之际，便是对着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喊道：“可以看出，刚刚的事变，怕是连这位神冥界之王的通天司神都感到极为棘手。能够让通天司神这样的一位主神都感到棘手的事情，怕是只有那一位拥有神血的小女孩。这位小女孩，萧炎他们之前也是有着一面之缘。当时在纪元遗迹的时候，明九王前辈身旁的那位神秘少女，就是如今在彼岸冥河中的那位拥有神血的小女孩。看来，如今的神冥界也有一场灾难要发生了。”萧炎的眉头微微一皱，虽然不知道神血究竟是什么，但可以肯定，一旦激活那神血之后，神冥界的法则崩溃，甚至直接大乱，演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灾难。萧兄，我们看来需要留在这里帮忙了。虽然我们的实力不及他们，可是神冥界真难，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灵动也知晓这种事情，其实他们根本可以不用插手，但是他们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而且司神答应萧炎将其复活虚而彩灵，萧灵要陈胜龙他们的魂魄，这样的一个大恩情，萧炎自然会铭记在心。而作为萧炎的好兄弟，灵动和沐尘，他们二人也不会先行离开此处。他们三位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好兄弟。只有真正的强者，才从最开始的惺惺相惜到现在的出生入死一条心，这就是兄弟情。司神前辈，你的恩情我们不会忘记。虽然我们的实力不及你们，但如果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也会出手。毕竟我们可是无上传承者，不会那么轻易的倒下。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对着司神大声的回答道，同时他们没有一丝的惧怕，甚至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战意。听到萧炎他们的回应，司神也是无奈的摇摇头，想要劝他们走，怕是已经不可能了。既然如此，那就由他们留在丰都城吧。诸位，我待会用冥河神杖的力量，先将彼岸冥河外放的力量压制回去。届时我会施展出九幽九冥神法大阵，大家一起出手，与我启动大阵之力，将神血的力量重新压制回明月的体内。司神的语气无比的严肃，神色都变得格外的凝重。这些司神口中所说的九幽九冥神法大阵，乃是当年那神冥界之神的无上冥神技能之一，也是他所留给通天司神一个底牌。在千万年前，无上冥神随着天古浩劫的结束，也同其他几位无上一样消失不见。可是再后来，司神在彼岸冥河中发现了这九幽九冥的神法大阵，花了不少的时间才将其修炼至大成。今日司神也将这修炼至大成的九幽九冥神法大阵首次施展，不然的话，神血一旦破风，谁也阻止不了一场神冥界的灾难时，风鬼仙神、神冥三王、天幽战神、地幽战帝等等强大的神灵异口同声道，而且他们的神色也没有丝毫的松懈，必须打起10倍100倍的精神。毕竟一旦他们之中谁出现了失误，整个九幽九冥神法大阵就会受到正常的运行，而他们也只有一次机会。一旦这个机会错过，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就是一场大灾难。那神血一旦爆发，神冥界的法则全部崩溃，取而代之的便是神血异变，所有的一切都将会功亏一篑。神血的觉醒必须要在最佳的契机，不然的话，神冥界一切都得面临严重的后果。在这幽深的丰都城中，司神悬浮其上隅，神色挂着凝重之色，他双掌合十，开始接出复杂的印记。随着他的动作，周身流转着淡淡的光芒，仿佛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他的体内。通天之道如同觉醒的巨龙，轰然爆发，搅动着四周的空气，仿佛飓风即将来临。司神的气势越加惊人，他仿佛洞悉了天地间的奥秘，将天地规则纳入掌握，这些规则化作一道道金色的锁链，将丰都城紧紧束缚，使得这座阴森的丰都之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笼罩。任何企图冲破这层规则的造化神力的物体，都将被无情的在规则压制，即便是大道都无法冲破规则的囚牢，只要一反抗，就会被这里的规则瞬间分解。紧接着，司神将这股强大的造化神力注入自己手中的冥河神杖，那柄神杖上镶嵌的幽紫色宝石霎时发出耀眼的光芒，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明星，照亮了整个幽深的丰都城。那光芒中蕴含的能量强大而奇异，仿佛能撕裂天地虚无，让万物俯首。这就是造化神器的独有造化之源。在这一刻，司神的表情显得异常严肃，他的目光穿透了虚空，似乎要与这一方天地间最古老的力量对话。丰都之城在他的通天规则掌控下变得静谧而庄严，连那些平日里嘶吼的无数幽魂也不禁收声，感受到了这位神冥界之王那造化的神威。整个虚无之中即充满了神秘莫测的力量，又展现了司神对这股力量的绝对掌控。神冥界的无数英灵们抬头仰望着那散发着奇异幽光的神杖，他们能感受到那股造化的神威，即便是他们这些亡魂也不得不心生敬畏。司神缓缓举起手中的神杖，整个丰都城似乎随着他的动作而震动，那股强大的能量波动在空气中传播开来，形成了一道道可见的涟漪鸣。和神杖中的幽紫色宝石愈发耀眼，仿佛要将整个丰都照亮，比起太阳光还要更加的耀眼。这就是神冥界之王以及造化神器的力量吗？即使已经做好准备的萧炎、灵动、沐尘，他们依旧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息，而且还是让他们首次见识到了什么是大道之上的造化神力，以及绝世神器之上的造化神器的造化之源。
这股力量，即便是大道极限者，在其面前都是一招被瞬间秒杀的命运。墨尘的神色再也无法控制，张大嘴巴惊骇地感受着来自司神的造化气息，不愧是神冥界之王的司神前辈，想必他在造化之境的领域都已经登峰造极了，再加上一道造化神器，这简直堪称是无敌般的存在。萧炎被司神的力量所折服，造化之境的神境领域太强了，他们根本不是在一个层次领域中，而且萧炎他们也见识到了神冥界的真正庞大底蕴，不仅只有司神为一位造化，在刚刚他们也感受到，除了司神以及神荼王之外，那丰都中的风鬼仙神竟然也都登临造化。虽然远不及通天司神那等登峰造极的领悟，但也已经踏入了造化门槛之中。这样的一个只有在梦境中才有的庞大底蕴，既然真的存在，一直以来诸神万界的神奇联盟底蕴庞大，可相对比神冥界，这简直就是底蕴的碾压。神冥界随便派出一位风鬼仙神，就能够让神奇联盟都难以招架，即便是对战那位金地天盟主，都是绰绰有余。只可惜神冥界没有无上明神，他们只要出了神冥界，那么自身的力量就会受到大咒秩序的压制。